浪景，试一时的风景，别太沉迷于岁月静好一片安逸。当暴风降临，被扰乱的情绪，让我们认清现实中隐藏的秘密。深如今，有谁来拯救受困的心灵？如果说世界归零，从头开启，我们是回忆在逃避或是的破关里，面对未知强烈来袭，我们也有可以勇敢、可以喊停的权利。我来吧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医生说你只要多休息，之后做复健就能正常行走了。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。就算残废，也是我活该。那个女人已经被警方逮捕了，之后会做精神评估，警方会控告她蓄意谋杀。乐琪，对不起，我投资失败以后，你还帮我还债。我那时觉得自己很没有用，好像失去了价值，你们都不需要我了。所以就去找一个疯子。在 Doris 身上暂时找到了存在的价值，后来才发现到，那只是个假象。真正重要的是我的家，是你还有 Joe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我知道，不管我现在说什么，你都会觉得我在找借口。就算是我多么想回家，我也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。但是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很后悔伤害你，是我一手毁了这个家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之后你好一点，再带周来看你。乐琪，乐琪，我们重新再来好不好？我希望我们三个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开心的生活。喂，干嘛啊？乐琪要被那个渣男医生洗脑啦！我们要赶快去救他。喂，如果有人奋不顾身救了你，还差一点被车撞死，你不会感动吗？那也要看是谁啊！渣男医生是活该被车撞哎。我觉得 Dr. Lo 是有诚意悔改的。至于乐琪要不要原谅他，那是他的事，我们不能替他做决定。为什么不能？发觉不对就要提醒啊！我才要提醒你啊，我们是局外人，不能带着主观的情绪。HDB 只是帮人解决困境，不能干涉当事人的决定。OK 咯，那我们就祈祷渣男医生是真心的咯。这次的 case 终于顺利完成啦！谢谢你啊 ，HDB 的大金主，还暗中帮我拉线，让王远加入。任务顺利完成，大餐也吃了，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束。我没有说结束啊，这只是第一个 case，我们才刚起步呢。啊，哎，
你还真的是 Daddy 的大头痛，你知道吗？ Daddy 头痛啊？嗯。我帮你按摩。啊。我在进行任务的时候，也没有忽略公司的工作啊。我把客户都照顾得很好，一点也没被影响。从小你就教我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始有终，要尽全力做到最好。现在怎么可以半途而废Daddy 只是担心啊，你是在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你说的也是，现在的人都太冷漠了，他们都不肯相信会有陌生人伸出援手，甚至还有人误会我别有所图呢。哎，所以啊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是要继续。我要证明给大家看，我是行的。So， 这样子就很开心了。嗯，是意想不到的开心。就拿乐琪的 case 来说，我本来只是想帮她解决破产的困境，没想到她最后选择原谅她老公，终于破镜重圆。所以说，原谅别人等于是释放了自己，这种人生道理是用钱也买不到的。好，我是说不过你的，不过我还是得要观察你的情况，可别忘了我们是有约定在先的啊。我知道，我保证我一定会在今年内报名入学，完成你的心愿。我去厕所。Mr. Go。Miss Liu。嗨。无意间事我说了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你说。你的表姐已经有稳定的收入，她的工作也上了轨道，那她完全有能力还清她的债务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呢？所以是不是应该收手了，不要再做这种事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里是大庭广众啊，你都不避嫌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我知道对方的条件是很好，但是你这么做，你不觉得很不自爱吗？不自爱？对啊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知道你是为了帮你表姐才会委屈自己，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。等等，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？金玲，这是你朋友吗？他是 Mr. Go， 是 OA 部门的 case officer。好 ，Mr. Go， 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？对啊，一起吃吧。这里的麦片虾很不错的。什么我说的话你都听不进去啊？你的头啊，就像这个虾头一样，少吃点吧。哎，这人是你朋友吗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他是我朋友，可是他人很怪啦。弟弟，他为什么说我的头像虾一样？虾头里面装的都是排泄物。哈？哎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老公已经回家了，而且我们说好会一起面对债务，希望可以早日脱离穷疾。恭喜你啊！你家里的问题终于解决了，我真的替你高兴。没想到你有这个转变。哎，那是因为我们有遇到很多的贵人，然后身边有很多人帮我们。你就是其中一个啊。哪里？哎，其实你的表妹也出了不少力啊。不要嫌我多事啊。不过你有多了解你表妹啊？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了解啊？这我就不便多说了。不过我知道她为了帮你，她委屈自己了。不如你找她多聊聊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Joe，你很喜欢这些玩具啊？谁送你的？君临姐姐。君临姐姐？你为什么叫她姐姐？她不是你表姨吗？
怪嘞，那件很 sexy 的裙子，我明明洗好挂出来的，为什么会不见呢？我好像在楼上看到，我去找找。等一下，楼上这条裙子怎么会自己跑上楼的哈？你不要跟我说你又偷偷拿去穿。顾客已经千交代万交代，说这条裙子是限量版，很贵的，你弄坏了，你要我们拿什么去赔 ？Hello， 老爸，你回来了，你舍得回来了哈？你吃早餐吃到现在过了午餐时间了，我求求你，拜托你 ，please 帮忙，很多东西要做的，还有你啊，哦，你们两父女啊，一个两个，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。哎，不，是我欠你的，我帮。老婆，你不要老是凶巴巴，要一点女人味，温柔一点啊。等一下，这些衣服要洗的，你要拉去哪里？在这里。这里啦。老婆，你脚下留情 ，please， 脚下留情。我就知道有古怪，又乱花钱了。哎，你高抬贵脚，这是王羲之临终前写的字迹，非常的珍贵。来 ，please。我一脚踢爆你的头哦！老婆。我宁愿你踩我的头，这个是我的宝贝。老妈，你应该庆幸才对。还庆幸？老爸藏的是字画，不是长胶哦。对呀。他敢？有人要啊，这种 pattern 啊，我倒贴钱啊，送出去。谁说我没有人要啊？外面很多人都说我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像40多，反而有人说他像我妈多过像我老婆。说什么？你再说多一次，说多一次啊！说多一次啊！老妈，你又中计啦！老爸是故意惹你生气，让你把他赶走。你看他现在又不用帮忙啦。最好不要气我了啊！咦，老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爸爸，你很好。我们又来了。如果爸爸是来的时候 man， 你就是来的时候 boy 就可以。大陆这样开心啊！不要跟我说你们又请了新的女护士。肯定不是新的女护士，是不是Slow带儿子来探班？不用啦。对了，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开开心心在一起哦。哎，Mr. 你今天的穿着跟那天很不一样，怎么样？胸口还痛吗？啊？你胸口痛？为什么没有跟我讲？没有啦，不是啦，没事啦。我忘了我还有个聚会，等一下你自己看医生，自己拿药，自己回家 ，OK？ 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老德罗，我女儿胸口为什么会痛 ？Hello， 请排队。Mr. 不要插队。没有啊。哎，你有看到我插队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阿弟，来，到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没事没事。看来加入黑士兵很不错哦，还有这种福利。大家都辛苦了，当然要慰劳一下。好香啊！哎 ，boss。哎，伟东。哎，来，水果。人来就好了，干嘛还买东西？哎，小意思了。我帮你。啊，对了，你的酬劳。Thank you。你的任务失败了，还好意思收钱？哎，那2母子平安无事，我怎么失败了？你泄露了我们 HTB 的事给乐琪，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无聊啊 ！HTB 不是什么神秘组织，怕人家知道咩？而且 Mr. Slow 都没有怪你们给播，你还敢说我们给播？好了啦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今天办这个聚会，就是要让大家彼此了解，以后大家都是team mate啦。谁想了解他？我先说，我还没有同意让他加入 HTB 的。
谢谢你啊，伟东，合作愉快。以后 HDB 会有更多的任务需要你的才能。没问题，有钱好办事。吃吧，帮忙一下。走，去吃。哦，原来你们是有钱人啊！怪不得吃饱没事做，玩什么帮破产人士啊 Excuse me， 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们在玩呢？我成立 HDB 不是闹着玩的，既然有能力就应该帮人啊。就好比你的才能，也不是帮到人了吗？Please， 当大龙也是才能啊。哎 ，please， 我也是赚的血汗钱 ，OK？ 赚这种钱还敢说是能力？你的父母知道了，肯定 very proud of you。刚刚不是说要彼此了解吗？怎么又这样？别管他，我还有事情想请你帮忙，过来一下。之前你的工作是不是有遇到一些破产人士啊？如果他们需要什么帮忙，你可以帮我留意一下。哦，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啦。哦 ，delivery 终于到啦！你要的酒。谢谢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伟东。他为什么在这里啊？原来你又认识啊？刚才有见过。王远是我们科技公司的同事，也是 HDB 的成员。伟东呢，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新成员。这次我们帮乐琪，他出了不少力哦。你确定要这种人加入？什么这种人？讲话可以讲好来嘛。Me too， 我也反对。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，不过既然是我挑选的 teammate， 你们就互相包容嘛。No， 谁是老板谁决定啊？你们都还没有正式合作，先不要排斥嘛。不如这样，以下一个任务作为 test drive， 如果真的合不来，再决定。Please。一人一杯，来，伟东，王远，安安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希望我们可以帮到更多的人。Cheers。Cheers。那个 case officer 竟然误会 Uncle Boss 是你的 Sugar Daddy， 他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后来看到我爹地态度也不友善，他肯定是误会了。他很奇怪哎，两父女亲密一点有错吗？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像 Sugar Baby， 你才像啦。哎，你说我们三个好朋友之中谁比较像？雅雅，小心被他听到。雅雅，真的是你啊？你几时回来的？你回来了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？这位是我的老公，唐永年。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，君玲还有玉安。Hello。你们慢慢聊，我要找一个地方等你。看够了，走吧。我本来想通知你们我结婚啦，只是我老公说要低调一点。反正我们也只是注册，没有办婚礼。他也只是陪我回家乡，跟我的家人吃一顿饭，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结婚啦。这也太不过意思了吧！我们是 BFF， 你至少发个简讯通知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嘛。
我老公的生意太忙了，他不想铺张办婚礼嘛。其实婚礼只是一种形式。雅雅，恭喜你啦！谢谢。算我幸运吧，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他，不然我应该已经走上绝路，你们这辈子也看不到我了。那天，其实我很彷徨，一个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不觉就走到那里了。我想，只要我闭起眼，一切就会结束。哎，小姐，你干什么？快下来，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。我都已经没有地方去了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坐在这里啊？好，你别动，啊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可以跟我说，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连我朋友都不要帮我，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就当我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安哥好了。我叫唐永年，是一个生意人。小姐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困难？我欠了一生的债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我这一生完了。原来是钱的问题，小事。我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，还算什么小事啊？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当然不是大事啊。听你的口气，你应该是有钱人哦。几万块对你来说，可能是小事，可是对我这种小市民，是一辈子都承担不起的。问题是，你都还没活到一辈子，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？小姐，等你活到那个时候才告诉我答案。你看，问题不是解决了吗？这种贷款公司千万不要向他们借钱。我以为我要走上破产之路了。谢谢你啊，唐先生，帮我还清我所有债务。你可以叫我永年。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等你活到一辈子之后，再告诉我你能不能负担这笔数目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尽快把钱还给你。那就是一辈子的承诺。永年的年纪是大了一点，可是我确定他是真心诚意的，所以就答应他了。你这个决定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？至少他可以满足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啊！你们不要以为是我吃亏，其实是我赚到了。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们会支持你的。谢谢。既然我们没办法参加你的婚宴，你至少让我们看看你的婚纱照嘛。永年不想要拍照，所以啊，这么有钱，连张婚纱照都没有啊？喂，谁说一定要拍婚纱照办婚宴的？哦 ，OK 喽。那你们去哪里度蜜月？我老公说，等他工作没有那么忙了，他就会带我去欧洲度蜜月。雅雅，你终于心想事成，找到一个疼爱你的老公啦！我们祝你像童话世界里的公主一样 ，happily ever after。恭喜你终于嫁入豪门，升级当个少奶奶啦！谢谢。根据财务报表，转型以后至少能减少70%的人力资源。而且产品的品质提高，耗损率降低，估计能增加50倍的产量。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大，客源订单也不多。如果突然增加50倍的产量，相对的也要50倍的客源订单。拥有大型机器不一定能增加业务，万一产品滞销，就要被逼停机。还有，大型机器的维修费高，到头来反而变成了负担。不
不如先建议他们按部就班，先引进小型机器，利用这段时间让员工去接受培训，等业务真的增加了，再引进大型机器也不迟。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比较赞同王远的提议。好吧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我会修改 proposal。不用，我来修改。散会。那我去泡咖啡。不是上一次你泡的那种啊？不是啊，这是咖啡机泡的啊。其实我们公司的咖啡机泡的也蛮好喝的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想……你想什么？没什么，谢谢。没有妈妈的味道。哇，又差一个字！你看，每次不是差一个字就跳字嘞。你这个字买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开过，算了啦。哎，算命佬给的哦，他讲守住一定开头奖的。他真的那么准，为什么自己不买？还需要做算命佬啊？阿东，喝咖啡，喝咖啡。你有时间在这里喝咖啡，等钱从天上掉下来，为什么不找份工作？等我中一次大的哦。什么问题都中你个头啊！整天做白日梦，等你变咸鱼啊！哎呀，有梦想的人不会变咸鱼的啦。从我面前消失！滚啊！你干嘛对老人家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对呀，对老爸发这样大的脾气干什么？关你屁事！你跟你的父亲关系不好吗 ？Boss， 这是我的私事。好吧。你说你有破产人士的 case 要告诉我，资料呢？有这个安哥，叫安哥 Ben， 他是我之前讨债的时候认识的，你可以找他。好啊，他住在哪里啊？我待会会把他的地址发给你。Boss， 到底要不要找他？你自己打听清楚。怎么了？自己看着办吧。喂，火药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哦，我约了 Uncle Ben 啊。Uncle Ben 要来啊？对啊。他又不还欠款，已经欠了2个月了。我打电话提醒他，他却说要当面谈呢。那你加油哦，我精神上支持你。要不要一起见他？Uncle Ben 的情况是有点特殊，真的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建议他去辅导中心，让专业人士处理，这样对他可能会更好。好吧。你知道什么是抓周吗？哎呀，我看你那么年轻，应该是不懂的了。哎，抓周呢是华人传统的习俗啊。当孩子满周岁的时候，
在他面前摆一些东西，譬如说纸啦、钞票、鸡腿、木锤、算盘啊，孩子选到什么东西，就表示他长大后会做什么工。你猜我大儿子那个时候选什么？我们呢，特别在他面前摆2本书，希望他以后读书厉害，当个博士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竟然选了木锤，啊，真的吓得我半死。选木锤有什么前途呢？是不是啊？可是没想到，他差不多5岁大的时候，才让我看到他的才能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竟然可以把所有的电动玩具拆到散散，然后再组装回去，最后还能动。果然，长大之后他很懂得机器，还考到 Master 做了工程师。所以，身为家长的不应该去左右。Ben， 你已经讲了1个多钟头，你还没解释我问你的问题啊？你为什么拖了2个月的欠款都还没还啊？哎呀，以前我是做大生意的，这点小钱不会拖的啦，肯定会还的，放心啊。哎呀，你这一打岔，你看我又忽略了。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说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分享你的私事，不过我身为你的 case officer， 我是不适合的人选。Uncle Ben， 我介绍有位社工给你，他肯定能帮到你。社工？是。为什么我要见社工？总之你联络他就是了。可是会很乐意的听你的分享。不是，Uncle Ben， 我要去开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你 ，Mr. Gu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嗨，请问你是 Uncle Ben 吗？我已经申请破产了，你不能来讨债了。我不是来追债的，我叫梁君玲，是有人介绍我过来，我要看看能不能帮到你。啊，哇，你是义工啊？哦，你们效率真快，我还没打你们就来了。来，进来。哎，那些都是我出国的战绩。谢谢。看起来你很喜欢旅游啊。哎，年纪大了，应该到处走走看看啊，要不然呢就白来这个世界了。你说对不对？哎，你先坐。好。我啊最喜欢就是欧洲，尤其是啊英国伦敦啊、威尔士、Nottingham， 哇，风景太美了。还有一些古堡啊，随便一拍就是一张明信片。对啊，我也很喜欢欧洲。但是我那些旅游的嘎基啊，偏偏喜欢巴黎。我真搞不懂巴黎有什么好，那边的人奇奇怪怪的，有些 MRT 啊还没有自动门呢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们甚至有些人在 MRT 里面表演啊，换在这里早就被抓了。对啊，还有啊，我跟你讲。你看这个照片，风车是不是在荷兰？我记得我们坐了2个小时的车才到阿姆斯特丹去看风车。平时都是电视啊、杂志上看到，现在亲眼看到。最后一站是希腊的，可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，加上一个朋友说什么想家了，所以我们只好呢改机票，从意大利直接飞回新加坡。哇！你的旅游史好精彩哦，听完就好像去了欧洲一样。哎，还没有讲到重点呢。其实今天我来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你破产啦，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困境，看看能不能帮到你。你现在就是在帮我？哎，每次我分享故事的时候，那些人呢不是打瞌睡，就是不耐烦。你是最有耐心的，你是第一个听我从英国讲到意大利的人 ，wonderful！ 啊，但负责你的 case officer 都没有听你说话吗？哎呀，他哪有你那么耐心？他是给我一张名片，说叫个义工来帮我。其实我知道他是要打发我。
他们负责的 case 很多，比较忙啦。没关系，不过梁小姐，以后你有空多来我家，我还有很多旅游故事还没有分享啊，很多啊！你看，哇，多得不得了啊！哇，好啊 ！Please， 你们不要这样。要啊，过来拿。接走了。没事吧？我的墨镜。把墨镜还给他，关你什么事？快点还给他，不然我就告诉你们的老师。哦 ，so scary！ 快来拿！欺负我妹妹啊！欺负人了！喂，墨镜啊！有没有受伤啊？哥，干嘛打人？不打他，跟他讲道理啊！我没有打断他的腿，很好了。没事啦，来，你的墨镜。大哥哥，谢谢你。我叫伟涵，这是我哥伟东。你们好，我叫火药。谢谢你啊。没问题。啊，对了，啊，那个大牌96在哪里啊？前面过个马路，左转就到了。哦，没想到这么方便啊，这么靠近地铁，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在这里附近找那么划算的房租是不可能的其实，在你前面有5个人在考虑，谁先决定我就先给谁来看房间，来，别客气，来。其实我选房客是比较挑剔的，可是看你有份稳定的工作，而且人又老老实实的，我就先给你优先选择。那有什么需要遵守的条规吗？哦，也不是很多啦，不可以带朋友回家过夜啊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女人，有点不方便。厨房里面的冰箱啊，还有洗衣机都可以用，不过只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食物啊，不可以大火炒啊，还是油炸，很难清理的。那没问题，我通常都是打包的。如果要煮的话，也是煮些快熟面。还有呢，不能锁房门。不能锁房门？为什么？我这个人比较爱清洁，我会时常打扫房子，也会顺便帮你打扫不收费的。而且呢，不锁房门也比较安全呢。万一你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可以立刻来帮你。我想你也租过不少房子吧？这么划算的房租，又可以随时搬进来住，不需要考虑了吧？好吧，那我出下了。那好那个租约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别走开呀！我现在去拿，我现在去，你别走开呀！我现在去拿别走开哇，干嘛买这么多？刚领薪水嘛，不是多买一点咯？少读一点书不会死的啊！来，先吃饭。待会儿还要留在这边继续读书啊。每半个小时要让眼睛休息一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啰嗦。你的左眼只剩下18%的视力，小心右眼太劳累。每次见面就一直念，很烦嘞。睡觉你不听话。我买了蓝莓，对眼睛好的，待会记得吃。你最近很忙吗？在打工啊？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咯。打什么工？问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我很快就可以筹足手术费，只要有人捐眼角膜，你就可以做手术了。那你几时要回家？妈很担心你，一直在问我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。你跟他说不用担心我，我可以照顾自己。
小坏蛋了！好可爱！来，多喝喂你。来，快点。金玲，爹地，我这次出差会顺便参加一个研讨会，所以应该会花多一些时间，公司就暂时交给你了啊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你回来，公司还是完整无缺。我只是担心啊，你只是忙着 HTB 的事情，就忽略了公事。你也对我太没有信心了吧？来，谢谢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对这些破产人士这么执着，热忱到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寻常。我也说不上来哎，反正我对他们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同情。Daddy， 我们以前是不是经历过破产的事啊？没有啊？为什么会这么问？没有啊，只是随口问问而已。走啦。志强，我要是再帮你的话，我就是害了你。你见死不救，我会破产的。你忍心看到我家破人亡吗？啊，丽芬怎么办？还有，俊令还这么小，这数目太大了。就算我真的想帮你，我也拿不出来啊。你爸不是刚给了你创业基金吗？你先借我周转可以吗？不行。我爸的钱不能碰，我办不到。原来你真的想看我死，好跟我老婆双宿双飞。你在乱说什么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对丽芬还没有死心，你们有一腿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丽芬她是真的爱你的。这个讲座是我们一起得的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朋友。君临，这里是我的家。这里啊，的确是你的家。你以后慢慢就会想起来了。来，这给你。君临，以前的事情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记住 ，Daddy 妈咪是你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。我们好好的在这里生活。老板，你找我啊？哦，是啊。对了，我明天就出国了。上个星期的那个 project 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你就照着原来的 proposal 去做，全靠你了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接下来我会让君临当 acting CEO， 让他尝试做一些重大的决策，你觉得呢？君临的经验不足，有些事情可能会想得不够周全。那你就多给他提意见啊。我会的。老板，我这里有明星。风平和浪静是一时的风景，别太沉迷于岁月静好一片安逸。当暴风降临，被扰乱的情绪，让我们认清现实中隐藏的秘密。深如今，由谁来拯救受困的心？